自2008年以来，漫威电影宇宙共推出了27部影片，这给粉丝们提供了一些顶级震撼的观影体验。但话说回来，你知道哪一部被评为最好吗？或许很多人都会说是开启漫威世界的钢铁侠，不过还有人觉得是唯一拿到奥斯卡的黑豹和令人激动的复联4。但我想告诉你们，这些电影在漫威宇宙都不能挤上前列排名，而且复联系列也并没有在第一的位置。可能现在就有人疑惑了，那到底是什么？别着急，为了给大家带来良好的观感，我参考了各个国家的论坛投票和影评，并把27部影片由差到好依次排序。等看完这份清单，相信你会一目了然。排在最后一名的是《雷神2：黑暗世界》。这部电影被许多观众认为很无聊，主要是故事太平淡无奇，缺乏想象力，甚至有人认为简直就像无脑的第一部续集，没有独创性。尤其是黑暗精灵对阿斯加德发起了星球大战式攻击，但电影第一次引出了无限宝石，而且由于之前复联1的成功和这部电影建立了联系，所以也掩盖了一些不足。第26，无敌浩克。这部电影的发行与钢铁侠1基本在一个时期，但无敌浩克的票房并不理想，所以在很多观众印象中还不知道浩克实际上有一部个人电影。影片最大的败笔就是失去了延续性，导致故事被人忽略和遗忘。唯一的亮点是钢铁侠出现在影片最后，这也是唯一可以与漫威电影联系起来的剧情。第25，永恒族。与大多数漫威电影不同，永恒族拍摄更艰难，因为里面有10几个新的英雄和反派需要掌握，所以让人感觉有点臃肿和曲折。尽管在镜头前和镜头后都有一些大咖演员，但这场宇宙史诗战争被证明是失败的，所以排在令人尴尬的位置也是有道理的。第24，黑寡妇。这部电影的制作和发行确实很影响观影体验，因为在复联4娜塔莎已经牺牲，但在2年后又上映黑寡妇的个人电影，所以导致该影片被认为是一部单纯的间谍片。要不是娜塔莎在之前电影中有影响力，可能很快就会与无敌浩克一样被人遗忘。第23，惊奇队长。这是漫威第一部作为女性超级英雄题材的电影，而这个英雄属于宇宙级别的英雄，所以想写好剧情确实很不容易。就跟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一样，一些故事的反转还是会有点勉强，而且惊奇队长的实力在电影中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厉害，所以这也是影片略显失败的地方。第22，蚁人2。这部电影也被认为是多条无聊事件堆积起来的情节串联，很多出场的角色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最多只是依靠蚁人一些无厘头的设定来引观众发笑，但这些都不会让影迷留下很深的印象。成功之处是这一部很直接地引出了量子领域，为终局之战和第4阶段铺垫了多元宇宙，而且结尾灭霸的响指效果被带到电影中，确实令人惊叹。第21，钢铁侠2。第一阶段的漫威电影每一部都能看到团队压力和努力的并存，特别是钢铁侠1的成功，使漫威开始考虑到了宇宙的设定，所以这部电影不像第一部那么单纯，而是开始考虑的更远，这让钢铁侠2做出了一定的牺牲。故事讲的有些许混乱，但主线设定还是控制的不错，只是与其他电影比起来有点相形见绌。第20，雷神1。雷神的第一部电影是非常成功的，电影的故事和制作都透出了超凡脱俗的感觉，这也很适合索尔这个英雄角色，同时洛基、简福斯特在电影中都很完美，所以整体是一部和蔼可亲的电影。第19，上汽与十环传说。虽然这部电影的动作和画面还是保持着漫威超级英雄的一流水准，甚至能称得上顶流，但上汽的缺点却非常致命，简单讲就是情感稀碎和逻辑非常混乱，以至于排在漫威电影偏后的位置也毋庸置疑。第18，钢铁侠3。实际上这是一部当初被严重低估的电影，因为很多观众认为该影片违背了漫画的设定，但恰好是这一点细致地刻画了英雄人物真实的一面。看了无限战争和终极之战再来看钢铁侠3，你就会发现这部电影是钢铁侠系列最好的一部。第17，复联2奥创纪元。这部电影比起其他复联还是有些令人失望，可能也是为了在第2阶段和第3阶段之间发挥好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还有一些操之过急的转场原因，从而显得很多故事都有些唐突，比如黑寡妇和浩克之间的感情插曲，索科维亚的破坏，坏银的出现和死亡，奥创的诞生和无理的转变等等，故事的支线多而杂乱，根本摸不着头脑，一度有些观众反馈在中途竟然睡着了。第16，美队1。美队应该是属于漫威最好的独立电影系列，而且一部比一部要好。电影首先在刻画这个英雄的时候就渗透了一种庄严感，所以也容易触及观众对英雄电影的潜在共鸣，这也是美队不管是在大荧幕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对观众有着强大影响力的根本原因。第15，银河护卫队2。这部电影的故事比起第一部太平淡无奇，应该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剧情，似乎就在讲一个不称职的父亲，除此之外找不到任何关于漫威电影宇宙的东西，激动人心的地方也特别少，唯一的亮点就是格鲁特宝宝的卖萌。第14，蚁人1。这部电影在漫威中属于中庸的层次，不过整体的水平还
还比较突出，但作为个人独立电影，缺乏角色的突破性，也就是对角色的刻画并不丰满，不太符合英雄个人电影的特点。观众观看蚁人时，更多时候会不小心把注意程度转移到别的角色身上，比如黄蜂女或汉克皮姆。第13，蜘蛛侠英雄远征。英雄远征是漫威第3阶段的结尾，这是一部宇宙被拯救之后充满想象力的电影，优雅地处理了终局之战结束的事件，并且做得很成功。英雄远征还为第4阶段的开局做了很多铺垫，这些铺垫无疑是恰到好处的。第12，奇异博士。电影主要讲述了一个傲慢医学博士的故事，但这个故事真的很励志，不管是博士个人的伤害到成长，还是与黑暗势力的博弈，都很符合超级英雄和超级大片的特点。另外，酷炫的时空特效令人大呼过瘾。第11，银河护卫队。这是充满乐趣的电影，也是一部非常高调的作品，它体现了漫威电影最大的优势，那就是强大的角色阵容。此外，导演的思维总让人捉摸不透，不过这也正是影片的特点所在。第10，复仇者联盟。电影把很多角色第一次大胆地融合在一起，这本身就是开创之举，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电影还设置了一个让诸多角色互动的故事，不仅仅是将英雄恰如其分地聚集在一起，且即使你没有看过之前的电影，也不会看不懂这一切。第9，钢铁侠。把钢铁侠放在这里其实是有点委屈了，毕竟这部电影对于漫威宇宙意义非同一般，电影的制作水平在当时称得上中偏高，就算放到14年后的现在也不会落伍。电影的故事自然就不用说，虽然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奇幻元素，但这更符合一个地面级英雄的特点。第8，蜘蛛侠英雄无归。这是漫威宇宙承上启下的关键之作，并完美的把情怀发挥到了极致。虽然是个人电影，但更接近复联式的团队合作，而且彼得在电影中也获得了成长，从推卸责任到接受责任，最终成为了那个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蜘蛛侠。第7，黑豹。这部电影是很正宗的漫威风格，因为它具备漫威电影的一切特征，比如偶然的风趣、场景的规模、英雄的缔造，甚至连诞生漫威电影的钢铁侠科技也没有少，所以这部电影毫不比钢铁侠逊色。第6，雷神3诸神黄昏。这部电影不同于往常的漫威电影，最大的区别就是融入了不少喜剧的成分，可以说是有史以来获得观众笑声最多的漫威电影，而且还被广大网友称为雷神系列的翻身之作，无论是特效还是音效都没有任何争议性。Sad to be sure。第5，美队3内战。内战在漫威电影中的总体地位接近榜首，肯定没得话说，因为不管是故事的决定性走向，还是作品的内容规模，都不亚于复联任何一个系列。它的光彩即使到了第4阶段，依旧让人不能忽视。第4，蜘蛛侠英雄归来。第3次重启蜘蛛侠电影，要考虑到创新和作品设定，这操作起来实际上是十分艰难的。漫威针对这部作品肯定是下了相当大的功夫，最终电影把角色和宇宙融合得非常完美，并造就了完全不同于前作的蜘蛛侠宇宙。第3，复联3无限战争。在这部电影中造成的大规模英雄的毁灭，也正是电影的特点所在。即使我们早就猜到英雄最后始终还是会回归，但电影的做法依旧还是很大胆地挑战了观众的情感。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令人难以忘记的创新。第2，复联4终局之战。终局之战实际上是整个系列中最容易搞砸的电影，它不仅是无限战争的结局后续，也是之前所有21部电影的高潮。复联4在体现无限辉煌之时，也使之前的所有电影几乎黯然失色。这个电影的规模很大，也很大胆，甚至很凌乱，但最终由令人难以置信的英雄团队驱动，这已经足够让复联4载入史册。第1，美队2冬日战士。这部电影是罗素兄弟第一次进入漫威的经典大作，也是他们团队合作成功的起源。作品最震撼人心的是情感和道德的描述，其核心就是美队和冬兵之间的恩恩怨怨，这是漫威电影情感高潮的有效设置。通过两人之间的设定，也强调了所有漫威电影最伟大的名言，那就是尽你所能。犹如格鲁特的自我牺牲，黑寡妇的自我救赎，以及钢铁侠最后那一记响指。你心中最好的电影是哪一部呢？可以在评论区里聊聊你的看法。好了，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见。